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24年4月17日，多伦多警方召开了一个长达1小时的新闻发布会，讲的内容呢就只有一个，说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的黄金大劫案终于被俺们破获了。This story is a sensational one, and one which probably we jokingly say belongs in a Netflix series or something greater than that. And so you will see today the opportunity for us to share with you digital media, elements of the investigation, key components that we don't normally do in media and press releases, because we do believe it'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given the nature and interest regarding this. 警方之所以如此高调一来是因为被盗黄金重达400公斤，总价值2250万加元，创造了加拿大此类案件的历史之最二来呢，是咱们频道的老观众应该都对多伦多警察局非常熟悉了一直以来就是以办案效率低下、无能不干人事而被各种吐槽和 diss。那你说窝囊了这么些年，终于牛气了一回，那可不得大书特书一番吗？甚至连这场发布会的时间都特地选在了黄金失窃案整整1年之后，可谓是把仪式感给拉满了。面对各路媒体的长枪短炮，从警察局长到负责此案的警长，再到市府官员，一拨人轮流的上阵站台，把整个事件从开始讲到破获，警方如何英明神武的揪出内鬼，又如何一步一步的追查到背后的犯罪集团，说的那叫一个跌宕起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看 CSI 或者是11罗汉呢，不由得让听众在心里头竖起大拇哥，夸一声多伦多警察的确牛逼。可是在场的记者们却有点不耐烦，听他们这么互相吹捧，那大家其实都在等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就是金子。我们要看那些失而复得的金子快点亮出那些闪闪的几百公斤的黄金来闪瞎我们的狗眼吧。然后呢，尴尬的一幕却出现了。警方发言人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拿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几只拧成麻花状的金镯子。他还不忘赶紧补上一句，说这6个找回来的金镯子可都是纯金的哦，价值高达89000加币。 These items were sent off for expert examination and are considered to be pure gold. The total value of these 6 gold bracelets is over $89,000. 尽管警方发言人非常贴心的没有给出这些黄金的重量，但是我们根据今天的金价稍微换算了一下，大概也就是850克左右，估计还不够他们在发布会上往自己脸上贴的金多呢。而且这850克和被盗的那400公斤相差的也实在是太多了吧？剩下的那些金子到底去哪儿了呢？面对这个问题警方发言人是顾左右而言他，只是强调说这次代号为 24K 的行动非常成功，已经逮捕了包括主谋在内的6名嫌疑人，警方很快会对他们提出起诉的。但是有眼尖的记者就发现，说是抓到了6个，但是犯罪团伙的照片上却实打实的放出了9个人的照片其中有8个不管是从名字和长相来看呢，都是非常明显的印度裔，而那个长相明显不同的呢，则是一位黑人老哥。而且这位鹤立鸡群的黑人哥们儿目前呢还在美国警方手上，根本就跟加拿大警察没什么太大关系。也就是说不仅是这个赃物缩水了，就连被抓的嫌疑人他也缩水了。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呢，又有网友指出，400公斤黄金换算下来的价值应该是2000万加币左右才对那为什么警方的发言人又说是2250万呢？那凭空多出来的这250万又是什么情况呢？简直是要逼死数学老师的节奏好了，就带着这么多问题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起多伦多机场黄金大劫案。事情要从2023年的4月17号说起。一架编号为 AC881 的加拿大航空公司航班呢，从瑞士的苏黎世起飞，于下午3点56分准点降落在了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不管是飞机上的机长还是乘客，其实都不知道这趟飞行呢非常的值钱，因为在飞机的货舱中有一个特殊的运输箱，里面装着6600块纯金的金条，以及价值250万加币的现金钞票。不过严格来讲
这金条和现金呢不属于同一批货物。金条的发货商是一间名叫 Valkenby Swiss 的贵重金属锻造厂，他们呀以出产9999纯度的万足金而著名。这么多黄金要干嘛呢？其实啊，这批400公斤的纯金金条啊，计划是要去送到多伦多的 TD 银行做储备之用的。而那些现金呢，则是来自于一间瑞士银行，收货方是一个叫做 VBCE 的温哥华公司，位于多伦多的分部，主要业务是进行外汇兑换。所以啊，这批现金里头呢，包括了美元、欧元，甚至是人民币在内的世界各国货币，而且啊是不同的面额，从纸币到硬币都有，称重的话也有近100公斤呢。这2批货啊，都是有一个共同点的，那就是都是通过一个叫做 Brinks 的公司来进行运输的。这个 Brinks 呀，是一间专门承运现金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的物流公司。按理说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呀，但是租用这种防火、防震还防弹的航空专用运输箱，实在是价格不菲，所以呢，最后还是都集装在了一起。可是事实就证明啊，再是刀枪不入的箱子，也还是有防不住的时候。根据加拿大海关给出的一份文件，这个箱子呀，在从飞机上卸下来之后，第一批就完成了清关手续，随后就被放进了机场内一个登记在加拿大航空名下的仓库里。这儿啊，就不得不多说一句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的货物存放系统了。可能看过电影《Tenant》的同学们呀，都会对那个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别有洞天的机场库房印象深刻吧？但实际上啊，如果跟多伦多机场的库房规模比起来，那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根据多伦多机场自己给出的数据，他们的货物存放库房有120万平方英尺，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开放给卡车装卸的门啊，都有240个，一天24小时不停地进行着货品的吞吐，占了整个加拿大空运物品的45%。当然了，电影里面那种严密的安保，还会针对特殊的货物进行专门的湿度、温度调节，在这儿啊是肯定看不到的。甭管是值钱的还是不值钱的，都是乱哄哄的堆在一起进行分拣。好在这里头绝大的物品啊，都会只是临时的存放，海关的手续呢走完之后就会被迅速的运走，所以哪怕是环境差一点，也是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的。为了方便管理呢，多伦多机场给这些库房分区域的租给了各家航空公司和物流公司，而其中加航呢占的面积最大。于是那个价值2000多万的箱子呀，就被送到了加航名下的一个临时库房里面，而且为了避免刮蹭，外面还被包上了一层塑料布。根据警方公开的一段监控录像啊，在入库仅45分钟之后，就有一辆白色的卡车开了进来。这司机呢手持一张提货单，要求取走这个大箱子。一名开着叉车的机场工作人员协助把这个箱子就装到了那个白色卡车之中，然后这司机啊就开着这白色大卡车扬长而去。这就是这批金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了。等3个小时之后，人家真正的安保公司开着装着防弹玻璃的卡车到来的时候啊，发现这库房里头早已经是空空如也。一开始呢，加航以为是出现了登记上的错误，箱子可能是被送到别的库房了，于是就派人一个一个的赶紧打开库房找。可是因为他们的库房实在是太多太大，而且晚上上班的人本来就很少，他们一共找了整整4个小时，才终于意识到，完蛋了，这金子好像是真没了。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想起来要去查监控、查提货单，结果这不查不知道啊，那张提货单上明明白白的写着，要取的货物是一个冷冻柜的海鲜，日期呢居然是前一天。也就是说啊，有人居然用一张过期的提货单，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取走了价值2000多万的金砖和现金啊！看到这个情况啊，安保公司差点没气炸了肺。你们加航的人到底是瞎呢，还是大字儿都不识一个的文盲呢？赶紧报警吧！警察来了呢，也很懵。这2000多万的东西吧，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人开走，倒也罢了。关键是现在都过去了5个多小时啊，这金砖金条估计早都已经被融化了，重新打成别的东西了。那你让我们上哪儿找去？其实这话呀，还真没说错。早在1952年，当时还被叫做马尔顿机场的多伦多国际机场啊，就曾经发生过一起黄金大劫案。当时呢是10箱金条在多伦多登机，但是等到了目的地蒙特利尔，就变成了4箱。到底是在运装的过程中被人就调包了，
还是在飞机途中被人偷走的，一概不得而知。而这批黄金呢，到现在都没有被追回来。之后的60、70年代，温尼伯和渥太华的机场也都发生过类似的黄金失窃案件，都是目标明确、精准打击，作案过程前后时间精确到秒，简直就是电影里头飞天神偷的现实版。相比之下，另一起著名的黄金盗窃案就显得更加的简单粗暴，也更有味道。那就是在2015年一个名叫劳伦斯的皇家铸币厂质检员，把高尔夫球大小的金锭塞到了自己的大锭里，骗过了门港的金属探测仪，给夹带了出来。他用这种沁人心脾的方式一共带出了22块金锭，获利近20万加元。最后怎么被发现的呢？是因为工友在他的更衣室里头看到了乳胶手套和润滑剂，才东窗事发。当然了，他这个做法跟这次多伦多机场失窃那400公斤的纯金来说，格局还是小了。因为哪怕是把自己的菊花撑成向日葵，也望尘莫及呀。不过这也给警方提供了一个思路你说有没有可能他这一次也是内鬼干的呢？即使这个方向是对的但要查起来范围可不小。不管是发货的瑞士公司，还是接手的加拿大 TD 银行，还有经手的加航、安保公司，甚至是海关，都有可能藏着内鬼于是呢，警方只能双管齐下，一边去调查这几家的相关人员，一边呢调出机场周边的所有监控，重点排查那辆白色的卡车。结果他们发现在17号晚上6点半离开机场仓库之后这辆车就径直开上了401高速，一路向西边的 Milton 方向狂飙了30分钟之后，在 Bronte Road 驶出了高速，向北行驶。随后这卡车就开到了遍布农田和牧场的郊区，于是呢也彻底的进入了监控盲区。尽管拍下了车子的车牌，但发现和车辆的登记信息完全不符，那就是一张临时贴上去用来迷惑警方的套牌。不过好在机场仓库的监控拍到了司机的正脸，是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子。把这张照片放到警方的数据库里进行人脸识别之后就跳出了一个95%相似度的嫌疑人，名叫 Durante King McLean，25岁，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帮派成员，曾经因为非法持枪以及贩卖违禁品多次被捕，是警局的常客了。关键是他就住在 Brampton， 跟卡车最后在监控中出现的地点相距还不到30公里。可是呢，当警察顺藤摸瓜前去找人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小哥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管是家人朋友都是一问三不知。那眼看着司机这条线索就要断了，机场那边呢倒是有了一个新进展。他们发现那张用来蒙混过关的提货单是通过系统下载后打印出来的，而那个打印机就在加航他们自个儿负责仓储部门的办公室里。于是根据这个能够进入办公室和数据库的权限以及打印的时间，警方就迅速锁定了一个名叫 Sid Hood 54岁嫌疑人。下面咱们就简称他为印度老大哥这老大哥呢，在加航工作了近30年，是任劳任怨，从库房管理员一路做到主管，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违规行为。所以谁也想不到他居然会跟这起黄金大劫案扯上关系。不过老大哥坚持说他没有对这批黄金签字放行过。发生盗窃的那天呢，同时有好几班加航的飞机起降，整个库房出货进货忙成了一锅粥，提货单就那么乱七八糟的堆在桌子上，办公室时常会有人进进出出所以谁都有机会用到那个打印机。那个叉车司机也作证说他当天并没有看到印度老大哥，他也是从对讲机里头听到调遣，然后才奉命行事，根本不知道这箱子里头装的是什么。而且呢，捉贼捉赃，现在那些金砖和现金依然看不到半点踪迹，所以警方只能先按兵不动，只是派人将印度老大哥给监视了起来。结果这盯梢呢，一盯就是小半年。这期间这老大哥每天上班下班，最多就是周末的时候去锡克教的教堂里做礼拜，完全看不出任何的异样。日常消费也跟之前没什么区别，不太像是突然拥有了千万横财。那就在警察都怀疑是不是跟错了人之际隔壁的美国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说那个黑人小哥司机抓到了。那是2023年的9月20日，宾夕法尼亚州州警在一次车辆的例行盘查时在一辆尼桑小轿车中发现了65支未注册的枪械。
其中2支还属于非法改装过的全自动连发步枪，而这开车的呀，就是之前运输被盗黄金的 Durante。 He was pulled over in Pennsylvania for a traffic violation last September. He was arrested after police discovered 65 guns in his car. They say were destined to be trafficked in Canada. 他跟警察交代啊，说这批枪呢，原来是计划要偷偷的开过边境线，交货给加拿大黑帮的。结果这才开出去没多久，就点儿背啊撞上了一门条子。感情这人折腾来折腾去啊，依然还是干着货拉拉的活，只是这次送的活啊，是属于开张赚3年，抓到判3年。当问起几个月前黄金大劫案的时候呢，这黑人小哥说，那是一个印度三哥下的单，要他呀把卡车开到一个农庄之后就离开。之后呢，小哥按照指示去到纽约，在一间 Airbnb 里头待了快1周。那个联系人三哥啊，带着另一个印度人出现，丢给他一大卷的美金现金钞票，表示这事结了，以后有需要我们再联系。之后呢，小哥拿着这笔钱跑到大西洋赌城，花天酒地，输了个精光。于是又想起要重操旧业，穿越国境线给黑道大哥跑腿送点东西。结果这次运气明显不比上次，美国警察明显要更给力啊。根据司机小哥提供的农庄地址呢，多伦多警方在一个谷仓里头找到了那辆白色卡车。不出所料，那里面早已经是空空如也了。在同一个农场里啊，警察还发现了一个疑似工作间的地方，里面凌乱地放置着各种模具、高温喷枪以及拉伸金属用的专用器具，上面都检测出了黄金的残留啊。拿到了这些证据，警方随即申请到了搜查令，在户主的卧室内找到了大量现金，以及一开始咱们说到的那6个金镯子。而这个农场主呢，不出意外的，同样是一位印度裔。随后啊，警察就从他的手机通讯录上找到了那个联系过黑人司机的印度三哥，以及其他好几个同样来自印度旁遮普地区的锡克人。这下好了，印度3哥、4哥、5哥、6哥都齐了，唯一需要的呀，就是把他们和那个在加航工作的老大哥联系起来。结果啊，警察这边还没来得及收网呢，另一个同样是在加航、同样是印度裔的员工，居然率先啊跑路了。此人的突然消失，简直是把此地无银300两写在脸上了。而他当年入职的介绍人是谁呢？当然就是那位老大哥了。经过调查发现啊，这俩人其实还有那么一点点亲戚关系，所以才在当年加航招聘的时候啊，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念头，成为了一个库管员。后来又在老大哥的一路提携下，成为了一个小主管。可能看到这儿啊，有些在北美职场工作过的同学就会摇头苦笑了，因为啊，一直以来就有这么一个说法，职场的终极 BOSS 永远是印度人，哪怕只是一个小组长，他也能慢慢的把手下全部换成他自己的印度老乡，把公司开会直接变成家庭聚餐啊。而在这个案子里头，老大哥和这个二把手从黄金入库到用假的提货单去取货，再到开闸放人，两个人可谓是配合的珠联璧合，演技卓越，把那个叫来帮忙开叉车的工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根据警方后来公布的信息啊，此案一共9名嫌疑人，加拿大这边呢，目前已经逮了5个，还有3个在逃呢。而那个被美国警方抓获的黑人小哥，因为他呀在美国方面就以走私、贩卖违禁品以及非法持枪等多项罪名被提出起诉了，所以啊要等他完成审判判刑之后，才会开始进入加拿大的引渡程序，一时半会儿啊还交不到多伦多警察手上。而在加拿大这边呢，被捕的5个人中还包括了一个珠宝店的老板，他才是本案中最具技术性的一个人才。据警方说啊，那400公斤的纯金就是被他融化后打造成了各种首饰。为了避免纯度太高引人怀疑啊，他还专门往里头掺了其他的金属来打掩护。也是由于这些金砖已经被彻底的改头换面了，所以警方才悲观地认为能追回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因为印度女子啊大多偏爱那些不灵不灵的饰品，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喜欢给自己的脖子啊、手腕啊、耳朵上整2件，所以呢，这些黄金很可能就这样化整为零，不知不觉的被送出了加拿大，消失在了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不过，如果只是让那些阔太太们锦上添花啊，倒还罢了。警方还提出了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这些黄金啊，可能被送到了美国，换成了枪和违禁品。
那个看起来特别不靠谱的货拉拉司机，就是负责此类交易的一个中间人。要知道啊，在加拿大，印度黑帮在近些年来是迅速崛起，比起之前的意大利黑帮以及摩托党，这些人呢更加的猖狂和无底线，对拒绝缴纳保护费的商家，轻则打砸抢，重则放火烧房啊。而随着帮派势力的壮大呢，抢地盘的火拼更是此起彼伏，于是对于枪支火药的需求就激增。而最近最多的货源呢，当然就是南边的美国了。根据多伦多警方给出的一份报告啊，这类军火交易除了使用现金之外呢，更多的就是以物易物。之前多伦多泛滥成灾的汽车盗窃案中，就有一部分豪车被送到美国换成了枪械。但是也许车这种东西它目标还是太大，相对来说呢也比较难脱手，所以啊还是实打实的金条来的简单粗暴。我们呢刚刚讲过加拿大的汽车盗窃案，现在又来个黄金大劫案，这两个案子居然是殊途同归，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犯罪界的地狱联动啊。而比起看不见摸不着的比特币呢，你说黄金它体积小，价值高，哪怕是打上了防伪防盗的标记，依然能够通过融化重铸的方式改头换面，轻易出手。所以啊，一直都是黑市和暗网里的硬通货。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嘛，这也许能解释了为什么这2年全球的金价一路飞涨。由于400公斤黄金最后只追回来了几个金镯子，所以那家交货的瑞士锻造厂啊，将负责安保的 Brinks 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进行赔偿。而这个 Brinks 公司呢，转头就把家行给告了，认为是他们管理混乱，出了内鬼，监守自盗不说，居然还能用一张日期和内容完全不符的提货单拉走贵重货物，所以啊，他们才是真正的责任方，赔钱应该找家行啊。这3方法律混战目前依然处于一个进行时哈，不过目测很可能到头来还是保险公司去买单。2000多万的黄金劫案终于破获，警方历时1年多，吭哧好不容易逮着这几个案犯。按理说啊，这正是震慑犯罪、维护司法威严公正的大好机会，尤其啊是在加拿大偷盗犯罪越来越猖獗的今天。而且呢，警察也说了，对其他几个嫌疑人，他们也掌握了动向，缉拿归案应该是指日可待了。这些可恶的犯罪分子啊，就等着坐牢吧。可是您别忘了，这是神奇的加拿大。就在开新闻发布会之前，警方就把辛辛苦苦抓到的几个嫌疑人，在1天之内啊就都给放了，取保候审了。记者在现场就问啊，说他们不是应该在监狱里头待着吗？对这个问题啊，就连警长也非常的无奈，是大吐苦水。So it does frustrate us, without a doubt. But as you know, we're one part of the system. Our goal is to ensure that this case withstands probably a very lengthy court process that's yet to begin. And, how individuals are released is a frustration. We have highlighted the fact that there wasn't just a theft, it's a dotted line correlation to public safety being compromised here. But it is part of the environment here in Canada.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hat a great question, and it speaks to our frustration.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investigate crime and lay charges. We're not the judiciary, we're no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e're not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We don't pass the legislation on bail reform, et cetera, et cetera. I trust our justice system. I trust our system to go through its processes, to both apply consequences to this. 看了这起案件啊，跟我一样同为加拿大苦逼纳税人的小伙伴们，你们还有吐槽的力气吗？当然了，仅仅吐槽是不够的。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司法现状，咱们应该做点什么？能够做些什么？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和看法。谢谢大家观看，咱们呢，下期再见。